大家好，我是 Jason， 我是 Tris， 欢迎来到色 IT Studio。最近呢，全世界所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 ChatGPT。你有听过啊？没有，我没有听过。 ChatGPT 呢，它是一个 AI 的聊天工具，但是它是、我应该可以称它为是一个 AI 聊天的搜索引擎。OK。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就好像我们在 Google 我们要找一个 keywords，let's say pest control，我们打 pest control， Google 它就会 list 到有哪里一个 pest control 的公司给你去消灭，对，这样子出来，然后我们 end user 我们就要一个一个去按进去看那个 website。ChatGPT 它就不同哦，你问他一样东西哦，let's say 好像我最近我手受伤，然后我就问他这个手受伤我要怎样治疗，他就会跟你对，他就会直接好像聊天这样子跟你讲，你要去怎样做啊，你要，他不会像是 Google 我们要自己按那个 web link 一个一个去找我们的 solution， 自己去看。对 ，ChatGPT 他会就像跟你在讲话，然后直接给你 solution。Of course， 它不是100%的准确。为什么这样子讲呢？你要比较更加准确哦，你就要放更多的 keyword 进去，你要放更多的 term 进去，你要比较 detail 对，比较 detail 的东西进去，它就会给你比较精准的一个答案或者是 solution 出来了。OK。而且它不只是可以去搜索这些问题，我们好像要写文案啊，然后。对，写文案，他也会，或者我们叫他做一个故事，他也可以做一个故事，一个小说出来。然后，对，你要看历史的论文，好像我们问他，谁是孙中山，他就会想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对，他不只是你要英文啊，什么语言你都可以放进去。然后现在最重要的，对于我们比较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可以用它来写 coding，编程。意思是说我们很多好像我们一些 HTML code 啊，还是 CSS code 啊，他帮你打，他们帮我打，帮我们省了很多时间。你就不用一个一个去 type， 他帮你 type 完出来。对，而且你有什么东西想不明白你就跟他讲，我要这样子做，你要有什么 solution 嘛，他就会给你答案，他就会给你一个答案出来。有没有这样厉害哦？对，我们今天就来示范，我们要怎样用它来写 coding。OK， 现在我们就进入 ChatGPT 的那个页面了，它就是一个这样子很简单的页面。要怎样跟他讲话？对，它就是 New Chat， 然后你就在这边有一个空格，你就可以打字，好像我要打英文 ，Can you describe Malaysia？ 它会直接这样子就你看它就会可以跟你讲Malaysia， 可能不准确，什么32个 million people，3200万是Malaysia，可能已经超过了，因为它的 data 它是在它不是现在的 data， 可能是在我忘记是几年前，就是可能是2020年之前的 data，它不是在2020后的 data， 它是没有 data， 它是 based on past record， 它不可以找回existing 或者是你不可以 predict 它的一个 result。这样子，而且我打英文我们还可以跟他讲，华语可以翻译成华语吗？华语吗？它可以 automatic based on 你之前的那个 search result， 然后再翻译。对，它不会像我们 Google， 我们 Google 要 copy paste 全部东西进来呀。对。你这个就可以直接，你看。当然可以。你看，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是用这 free 的 version， 所以它就会走 routine。如果你要一点时间，如果你要比较快没有 delay 的话，你就要 subscribe 它的 plus version， 应该是每个月你要给20块美金左右。你看它都蛮精准的，然后过后你要跟他讲。用马来西亚的语言也是可以，对，也是可以。马来西亚的语言是什么？我们有 Singlish， 然后它有Melayu他是 Melayu， 他懂啊？或者你看我 Jumbo can translate to Malay， 它会 automatic 明白。tentu boleh。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很为什么？好哎，因为我不会对买文。啊，我们 OK，把它写文案啊，也是蛮不错好像我们要写 SEO content 的文案，OK，全部可以用 ChatGPT 来写，这是它其中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最重要的是它可以based on我们之前谈话的内容，然后再继续，来继续。我们不用一直在跟他不会讲。忘记他讲过什么。对，这个我觉得是很一个神奇的一个东西。 OK，那你要讲叫他帮你写 coding。好像写 coding 好像我们最简单的一个 coding， 我们就用图表啦。图表可能 table tables，可能我们要画一个我们是说老师要签 attendance 的一个 tables 来做一个 example。所以我就问他咯 ，Can you write a coding？ 可能我会告诉他 HTML coding for table attendance attendant table， 然后再看他讲什么。 OK，sure。然后这个就是 HTML code。他会换成那个 coding 的那个感觉了，他不是直接这样讲话这样子 type 的。对，你看他这样子，你就整个 HTML 就已经做完出来了。这样你可以直接用这个 copy 这个来用的。copy 这个来用，你就可以一个网页就形成了。然后可能我们会用WordPress 的比较多嘛。WordPress 的话，我们可能可以跟他讲 can。因为这个是整个 index 啊，你看它开为 HTML，好像我们之前的影片有讲过，这是整个它的 index HTML。如果我们如果我们讲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放在 WordPress Elementor 的 HTML widget 里面，到底要讲口问，我们也可以这样子问他 Can you convert it into WordPress Elementor HTML widget？那个可能我的英文是一个 broken language， 但是他还是明白的。是？你看我这样，Can you convert it to WordPress element 的，它变成是。然后他就会教你怎样讲。哇，还会教你要做什么先，对然后再 convert 给你看。它就变成 CSS 了。然后可能你会发觉它可能这个是在我们的 WordPress 的 function PHP 里面弄，但是他这个他就给错了我要的东西，然后因为我不要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可能我要用比较 simple way，就我们要在它的 widget 里面，因为我这边也是有打错东西嘛。对，他有点 misunderstand。对，这个它就一个比较 advanced 的一个 coding， 它是 Word， 但是它这个是 advanced 的一个 shortcode。我不要用 shortcode， 我要用I want to use Elementor。I want to use Elementor HTML widget， 或者是 I want to insert the code into Elementor HTML widget。那就会跟你讲你要怎样做这个就应该是对的东西。它没有出来了。What is the code I need to insert？ 这个就是我要的东西啊。OK， 这样这个会是怎样的？对，等下我们就来做一个 demo 咯。你看。然后等它打完了哈。他还会跟你讲。对，还会跟你解释很清楚，你要怎样放。好像这个整个东西我 copy 出来，然后我们去我们的 Elementor dashboard。So Elementor 我们在之前影片也是有介绍过了。So 它这边我们有一个 HTML， 这个就是 widget 来的嘛 ，element。然后它这边有一个 HTML 的那个 element， 我们拉进去。我们把刚才的那个 code 我们放 copy paste， 哇，就出来了你看 H1 是这个 attendance table， 所以你是有什么 role， 有什么 column， 这样要改就可以直接这样在这里改。对，要改在这里直接改。所以他应该是对的。OK。不是应该是对的，他写的 coding 应该是
可以讲是有 work 可以 work 的，就是不需要我们再去 debug， 可能我们人写了那种 coding 可能需要 debug， 可能有些 bug 在里面我们要 debug，但是电脑写的 coding 是一定是应该讲是没有100%都有90%以上%它是对的，因为它是透过他们自己机器的一些 data 对已经记录了，已经可以这样子说，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很方便，我们要做一些 CAS 的东西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去用 ChatGPT 来做。这样就是可以节省比较多时间咯，你不用这样辛苦要去打那个 coding 这样子，我们 programmer 可能会失业，但是我觉得应该也不可能会失业啦，因为好像你不会 programming 的人你看这些 coding 就比较你也是很普通啊，也是不明白啊，对，所以也需要懂 programming 的人要怎么样去把它 insert 在什么地方，对，它只是一个工具，方便我们做很多事情。对，接下来呢，我们再私下问他，我们要做一些 customized 的 CAS，要做什么东西？比如呢，好像可能我在这个 Elementor 里面我放一个 image， 然后这个 image 我选择我们的 logo，OK， 但是我要在这个 logo 后面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形状的一个 background， 然后可能我放一黄色，因为在 Elementor 里面可能你不懂哪里一边可以做 setting， 我们可以做一个 custom CAS 来写这个 code，这个 code 我们要怎样写呢？可能没有 idea，我们就问看他会不会写，对，看他会不会写，所以我开一个 new chat 咯，开一个 new chat 我就问他if I want to create a CAS code in Elementor image element，然后我就跟他讲background shape in circle， 然后 yellow color。你看我这 broken English， 他应该都会了解的。呀，不明白。我们就看一下他有什么 recommend。还有教你他就教你讲。你看到，感觉因为我们有一些写的 background， 所以我们看他的 code， 应该是写对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code copy 去刚才那个 custom CAS， 看它是什么东西。你 copy 你配进去，你看它不会出来，是因为你里面我们放，因为我 select 这个 element 嘛，所以 by right 我是要放selector， 它就直接变了，所以它是蛮精准的一个coding， 我们可以用它来做 coding， 辅助我们写 program 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些东西，它都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就是 ChatGPT， 我们如何应用在我们写 coding 方面，好像也很方便。所以虽然很多人他们可以用ChatGPT 可能做一些 function 一些 apps 给 client， 你就可以利用它来赚钱也对哦。对，因为你懂一点 basic， 然后你有一些 function 可能比较 advanced function， 你可以透过 ChatGPT 它 recommend 你的这些 coding， 然后你可以去 study， 到底 work 不 work？又可以节省时间。对，又可以节省时间，然后又可以为你增加一些extra income。好的，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请记得一定要按赞、订阅及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期见，拜拜。